关节不退化，骨质不松。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。年纪大了，膝盖开始常酸痛，或者是开始常会觉得僵硬，这个可能就是关节退化，也就是我们讲的退化性关节炎。但是呢，过去的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说关节就是因为过度的使用啊，或是做太多粗重的工作，做太多运动才会造成关节退化。但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吗？所以我们这支影片我们就要来看看会造成退化性关节炎的6个危险因子。我们首先来看看第1个危险因子呢，就是你的基因。讲白点就是体质啊，有些人就是关节的软骨比较容易会磨损，有些人就是一直到很老了都不会，所以这个就是体质，也就是基因。那第2个危险因子呢，就是年龄跟性别。当然年纪越大，关节就越容易退化，因为已经用了比较久了嘛。那另外就是性别呢也有关系。通常是女生比较容易会有关节退化，所以呢，会来开人工膝关节、人工髋关节手术的人呢，大部分都是婆婆妈妈比较多。那男生呢，反而是占比较少的部分。那第3个危险因子呢，就是下肢的排列组合。什么是下肢的排列组合呢？就是说，有些人呢，下肢是直的。那就是整只脚都是非常的直。那有些人的脚是 O 型腿，有些人的脚是 X 型腿。那 O 型腿呢，我们在膝盖的地方受力就会集中在内侧的部分，那内侧的软骨就会比较容易磨损。那如果是 X 型腿呢，我们的受力就会集中在外侧，那外侧的软骨就会比较容易会磨损。那在这2个情况也比较容易造成软骨的磨损，造成关节退化。那第4个危险因子呢，就是肥胖、体重过重。因为呢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膝盖所承受的就是我们体重的2到3倍的力量。那在爬坡啊、爬楼梯啊，或是跳跃的时候，甚至承受的力量可以到7到10倍。所以体重只要一增加，我们的关节的负荷就会增加得非常快。所以体重胖的人、体重过重的人呢，当然就比较容易会关节退化咯。那第5个危险因子呢，就是运动伤害。有些人都想说，是不是以前运动过度才会造成关节退化？事实上呢，运动本身是不会造成关节退化，但是运动伤害就会造成关节的早期退化咯。那运动伤害包括是一些，例如说韧带的受伤啊、半月板的受伤啊，这些都是让膝关节不稳定的原因之一。膝关节长期不稳定呢，当然就会让里面的软骨磨损会加速咯。那最后第6个危险因子就是意外伤害。意外伤害通常都是车祸啊、跌倒啊、滑倒啊这种事情。那如果在意外伤害的时候伤害到膝盖，或者是说大腿的骨头啊、小腿的骨头有骨折啊、断掉过，那之后重新再接回来的时候，如果是歪歪的，那膝盖受力当然就会不平均，就会造成软骨的不均匀磨损，就有点类似刚刚讲的 O 型腿、X 腿一样。那如果是伤到关节本身呢，例如说骨头裂开的地方裂到关节面里面，或是关节面整个碎掉了。那即使我们开刀把它尽量拼回来，但是呢，这些软骨的表面就已经不再像是原本非常光滑的表面了。那所以说，时间一久了，当然就会比较容易磨损。那以上就是6个容易造成膝关节退化的危险因子。那又可以分成2类，就是前3个呢，包括是基因啊、年龄、性别啊，还有下肢的排列啊，这 O 型腿、S 型腿啊，这些不是你可以控制的。但是后面3个呢，就是说体重啊，还是运动伤害啊、意外伤害，这些是我们可以尽量去避免的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应该是尽量避免过重的体重，要把体重控制好。然后另外尽量避免运动伤害或者是意外伤害。那一旦发生伤害呢，我们就要尽快的用最正确的方式把它处理好，以避免遗留下太多的后遗症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咯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你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拜拜。